在《甄嬛传》中有这么一个人，他明明可以借着与苏妃的交情谋得一份好差事，他明明可以听从甄嬛的安排留在宫中，结果他却甘愿陪甄嬛离宫前往甘露寺进行修行。他就是槿汐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槿汐为何忠于甄嬛。第一点，的确有纯元情分在。虽然整部剧中没有出现纯元这个人，但纯元这个名儿出现过很多次，就连槿汐跟随甄嬛出宫后也念叨过一次。虽然槿汐在与甄嬛误穿纯元故意的事件中，曾和甄嬛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，当时甄嬛也怀疑槿汐是因为她的长相才效忠于她。对于甄嬛的猜测，槿汐是这么说的：小主和纯元皇后是有几分相像，但也不十分相像。槿汐坦诚，她最初效忠甄嬛是因为纯元，原因无他，只因槿汐在冬天给人洗衣服，冻得满手都是冻疮时，偶然间槿汐遇到了还只是雍亲王福晋的纯元。也正是这次的遇见，让槿汐得到纯元垂怜。众人瞧着纯元对槿汐青眼有加，拜高踩低惯了的人开始对槿汐恭敬起来。但槿汐还没来得及报答纯元的恩情，纯元就去世了。于是当槿汐成为长氏姑姑，见到甄嬛的时候，槿汐便认为这是上天给她报恩的时机。所以槿汐一开始确实是因为纯元的情分而效忠甄嬛。第二点，甄嬛对待下人极好。甄嬛入宫当天给槿汐留下的印象，除了长得像纯元之外，便是极有教养。当时槿汐给甄嬛整理寝宫，瞧着甄嬛来了，槿汐急忙上前对甄嬛行礼，不料甄嬛连忙将槿汐扶起，并说：咱们名分上虽是主仆，可是你比我年长，阅历又多，我心里是很敬你的。但在嫡庶尊卑的年代，甄嬛此举就如槿汐所说，小主这样做真是折杀奴婢了。但也正是因为甄嬛对下人的不轻视，让槿汐从心底里认下了这位小主。毕竟若是换了四季妹和瓜六这种小主，不被打就已经很不错了。除此之外，甄嬛还关心下人生活。当时夜深人静，突然甄嬛听到有人在哭，为了一探究竟，甄嬛走出寝宫，结果发现是守夜的小允子在廊下哭。得知小允子是因哥哥生病无人照顾而哭，甄嬛直接给小允子放了假。人食五谷杂粮，难免有病痛。左右这2日闲着，你去照顾你哥哥吧。可见甄嬛不仅对下人关心，对下人的亲人也十分关心。后来小允子也是因为甄嬛这一举动，对甄嬛感念在心，并一直效忠于甄嬛。槿汐作为碎玉轩的长氏姑姑，这一切她自然看在心里。第三点，甄嬛不仅得宠，还有头脑。生在紫禁城，活在紫禁城的人都知道，想要在宫里活下去，恩宠是必不能少的。甄嬛初入宫时因装病避宠，宫里的太监宫女也跟着低人一等。后来甄嬛在杏花微雨获宠，槿汐高兴都来不及，怎么还会离开呢？并且甄嬛在一场场被害与反击中，都表现出了她过人的智慧。不管是得宠还是失宠，又或者是负宠，甄嬛在长街被长街一姐羞辱之后，使用上了她最看不上的以色示人。为了重新获宠，甄嬛吩咐人给她抓蝴蝶，大雪天跪在地上，是用回忆杀再度获宠。你让朕心醉。有着纯元同款皮肤的加持，再加上皇上欣赏她的才华，可见只要甄嬛用心，她是不愁没恩宠的。但是甄嬛的目的还不止于此，她要的是让皇上对她这个人牵肠挂肚，所以皇上一次次登门，一次次碰壁。所有人都以为甄嬛心里还有气，却不料槿汐懂了这招欲擒故纵。小主日日婉拒，为的是欲擒故纵4个字。所谓欲擒故纵呢，最终还是在那个擒字上，纵不过是手段而已。所以擒也要擒得得当，万万不可前功尽弃才好。后来甄嬛为了报长街之辱，特意在请安大会结束下班回家的路上拦截曹贵人和富察贵人，邀请他们赏雪。曹贵人是个聪明人，看出了赏雪是假，但富察贵人不知道甄嬛要搞什么名堂。直到甄嬛说起人质的故事，富察贵人才明白甄嬛要报长街之仇。曹贵人瞬间明白了甄嬛这是在杀鸡儆猴，于是曹贵人也不和甄嬛绕弯子了，直接问甄嬛究竟想做什么。而甄嬛心里更清楚曹贵人的聪明，为了利用曹贵人，甄嬛决定先把曹贵人收到自己阵营。
甄嬛3言2语吓傻对手，并且还把聪明人骗到手的操作，让锦汐不得不服，跟着这么一个有头脑的主子，以后的日子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第4点，锦汐把宫中局势摸清了。甄嬛生下胧月，决心出宫修行的时候，锦汐清楚她不得不跟着甄嬛走。首先，宫里背叛主子的人下场都不好，参照康禄海以及绯闻等人。其次，锦汐明白，自从华妃下线之后，皇后就把甄嬛当成了华妃2.0。如果甄嬛出宫时锦汐不跟着走，那么很大可能她在宫中会受尽折磨。毕竟瓜六作为嫔位的小主，都能对服侍过甄嬛的佩儿动手，万一锦汐被皇后视为眼中钉，那么她在宫中的处境可想而知。与其受到不可知的刁难，还不如跟着甄嬛出宫也算清静。虽然宫外的生活没有锦衣玉食，但是出了宫就远离了算计。更何况甄嬛对锦汐不像对下人，更像是对待朋友一样。而面对这样少有的小主，锦汐一直效忠甄嬛也就不奇怪了。因此，当甄嬛决定回宫需要助力时，锦汐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她去找苏培盛帮忙的主意。奴婢与苏培盛是同乡，奴婢刚入宫时，苏培盛对奴婢也是颇为照顾的。而且入宫这么多年，苏培盛对奴婢也并非无意，奴婢愿意尽力一试。锦汐甘愿用自己的幸福换甄嬛回宫，所以当锦汐和苏培盛陷入对食事件，甄嬛挺着大肚子也要去救锦汐，里边的情谊可想而知。面对这样的甄嬛，锦汐想不效忠都难呐。